我可没有兴趣从一个玩偶手里抢吃的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怎么，比起万众瞩目的皇帝，你对我更感兴趣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味道不错。原来你长这样。
神女阁下，您做噩梦了吗？全部拿下。抓住他！首领阁下，这是个误会。我受皇帝陛下和思兰冕下之托，守护神女，我会将她带走，不让她惊扰到你。原来皇帝的新玩偶叫这个名字。作为皇帝的未婚妻，却三番五次接近我，你到底清不清楚我是谁？说说吧，皇帝的未婚妻找整肃者卫队首领，想做什么交易？皇宫秘闻，还是你这臃肿的玩偶服下面藏着什么贵重的金银？你只是以为自己可以担负下什么东西，真是天真。你担得起吗？你口口声声说
要当我的合作伙伴，可你什么筹码都没有。把囚鸟放出牢笼，对我而言并没有好处。不，还没结束。这次才是结束。你倒是知道进退。对我来说，你很危险。比起跟你合作，把今天的一切如实禀报罗夏，才是最简单的。喝掉它。不问是什么就喝了。服下不会立刻发作，但每3天都需要缓释的药剂，不然会很痛苦。你还不笨。的确，你现在是我的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现在反悔了，向上禀报你图谋不轨，你要怎么办？
没什么用的装饰品，拿着吧。将来用这个，你能第一时间指认我。皇室家徽，只有身份贵重的皇室成员才有的东西。再正式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是罗夏的堂弟和皇储，意思就是，若我们的皇帝将来有一天玩完了，皇位就是我的。怎么样，对我的身份还满意吗，皇嫂？我必须说，你选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。但任何时候你暴露了自己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丢弃你，记住了吗？不过现在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隐患，是你带来的法师。今天我会遇到你，是因为监视你的高阶法师突然行为失控，抛弃了你。你落到了贫民窟，无依无靠，被一些流民包围，是我把你捡了回来。对于法师塔的失职，我感到遗憾，但为皇室新成员的安全考虑，整肃者队伍愿意代劳。这就是刚刚发生的全部事实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就学着我再说一遍。到时候对外的说辞就是，守护你的法师出现了失控，而我已经处理妥当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做得到？我劝你，可别用对付我这套对付那个法师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吃你这一套的。你倒是比我想象的果断，只不过只是想找个最稳妥的办法。
你疯了吗？这你也敢用手去抓？你真是……放手！如果有纰漏，你来负责。你是怪物吗？是那群法师从另一个世界引渡来的怪物吗？不凑巧的是，我也是。手心向上，别碰到伤口。我会把这个叫陆晨的法师送去别的地方，放心，我不会伤他。你也老实点，别给我惹麻烦。快点治好他！别信任法师的治疗，他们只能改变你身体愈合的速度，无法弥补受伤后的虚弱失血，只是些表面功夫。走吧，你也该回去了。今天闹这一通，恐怕不好收场。我会护送你回去，记住，遇到有人盘问，你别说话，我来打。我大概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，整宿者这份工作究竟是在做什么，也有利于让你更好的了解我。整宿者监视和跟踪法师，如果出现了失控的先兆，不要让他们伤到其他人。用你的小脑瓜，这中间的利害关系，想得明白吗？是吗？那我就期待这一天来得早一些，至少，在我们的密谋败露之前。
你想要伸手过来检查一下吗？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要带着异界的少女去哪儿？请回答我。我当这是谁来了？原来是首席法师。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反抗军乱党搅出了些小风波，这女孩被卷进去，受了伤。我听说她是皇兄的未婚妻，就找人给她治了伤，然后将她带回皇宫。对了，我在贫民窟附近遇到这女孩，之前保护她的人是那个法师陆晨吧？他不知所踪，倒是希望首席法师能追查一下。爱婴殿下遇到这女孩的时机很巧。我只是巡查时偶然遇到她，又听说她与皇兄的关系，就觉得应当送她回来。如果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妥，自会当面向皇兄请罪，不劳您费心。还是说，首席法师您是在对我发号施令，打算指挥我了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爱婴殿下是为陛下立了大功，何错之有？只是这女孩的伤口位置有点古怪，是在手掌内侧。若是叛军所为，他们还真怜香惜玉。思兰卿，你别吓唬我险死还生的小新娘了。哼，她快被吓坏了，你还像审犯人一样瞪着她。而且负责保护他又出纰漏的，不就是你法师塔的人？按理说，也该是你替你手下的失职道歉吧？我不跟你争，打算怎么处理他？我自有办法。你看，我还有可靠的弟弟可以帮忙。陛下，玩闹有限度，希望您牢记我们的盟约。
走吧。我想，我应该先感谢你救了我的未婚妻。说起来，今天是你第一次见到她。我记得昨晚我们的订婚宴，你没来。是。她是不是很漂亮？你也喜欢她吗？我没有这方面的想法。哦，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！你们一个个的总是开不起玩笑，真没趣。我今日所见之事，已经如实汇报于你。不用紧张。你如果说他长得很让人喜欢，我是不会对你生气的。我总不至于因为一句实情，就迁怒我最信赖的弟弟。你说对吗？算了，今天折腾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别干站在这里了。海莹，你送他回去休息。还有一事未完，接下来关于这个女孩，您是否需要我额外派人看守？既然皇兄把这一重任托付给我，我自当慎重行事。都到这程度，你还要慎重看守？他的食指可是刚刚愈合，我都要替他感到难过了。我的好弟弟啊，你确实值得信赖，但未免有点太冷酷无情。皇兄还有什么别的吩咐？就一件事，你可别再吓唬我的小新娘了。你跟思兰简直一个毛病。面对女孩子的时候，你们还是应该学点骑士精神。就在前面了，回去之后好好静养。给你的东西，你带在身上。今天的事，足够引起很多人注意。罗夏、思兰，还有其他别有用心的人。可能会有人找你麻烦，如果是普通的小麻烦，这东西应该能派上点用场。别去招惹大麻烦。记住，如果你闹得无法收拾，我不会救你。
那会儿我在想，原来是这么个丑丫头，还好坐在那个皇位上的不是我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记得摸摸自己的脑袋。你不是说，如果整肃者首领对你感兴趣，你就会这么做吗？我想从今天起，你有这么做的必要了。是殿下嘱咐的，让神女阁下处理手上的伤口。这也是殿下让我给神女阁下准备的安神茶，说是神女阁下今晚可能睡不好觉，这个有静心凝神之效。对上面，我说的是来保护你，不过很明显，我是来看守我的共犯。我可不希望中间出什么岔子，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对了，那个被我们抛下来的法师，叫陆晨的那个，他已经被人从贫民窟那边带回来了。如果法师那边出现了破绽，找到足以给你定罪的证据，我会奉命来带路你。你倒是很关心的，不过下不为例。要是你再对不相干的人释放无聊的同情心，我们的约定就作废。你要记住，我与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合作。我确实不甘心臣服于罗夏，而你提出帮我对付他，我对这个提议稍微有点兴趣。但我们之间的一切关联都基于你为我所用，不要试图背叛。别忘了，你喝过我的药剂。法师并不无辜，
这个宫殿里的人，不只是人，哪怕一只猫、一条猎犬，都没多干净。听着，不要忘记你的身份，更不要想用这种无聊的问题迷惑我。你不该评价我，所有对我本人的猜测和揣度都很无聊。你是我对付罗夏的工具，聪明的话，就不要想着打听我的秘密。必要的信息我会告诉你，如果不想让你知道的，你最好不要知道，否则你会尝到后悔的滋味。白天我还有事，晚上我会来找你。不过，我希望你少动逃走的心思，不要给我惹麻烦。我不管你想拯救谁，但我没有兴趣做你施予同情的对象。早上我好像见到爱因王子出现在皇宫。我不会认错他的，他继承了先皇和福耶娜皇后的美貌，真是个好看的人。爱因王子被排王整肃着卫队后，就很少出现在贵族集会。陛下对爱因王子的态度很微妙，我们还是少接近他。嘘，别说了。
你在看什么？有什么读后感吗？先吃东西吧。记住，有人的时候不要乱说话。晚餐送到了。不算，只是我也不至于没用到要靠别人照顾，这些生活常识多少懂一些。白天的时候我也想清楚了，我要用你对付罗夏，所以我们有共同目标。既然我们算共犯，我有时候也该听听你的意见，尊重你某些选择。换句话来说，只要共同目标一致，那么细枝末节其实不需要那么计较。早上那样是我过分了。你一个人吃得了这么多甜的？又想用这一招收买我？勉强过关。把手伸过来。过得真难看。
再多休息1天吧。我不相信那些法师的治疗，以前我身边有人是相信的，迅速恢复，之后就能进行超负荷的消耗。后来他就走了，表面上看起来没问题，但人没了。我情愿相信更真实普通的东西。这是什么怪话？怎么了吗？我在确认有没有可疑的人。我想说的是，你是对的。你应该知道更多。你应该知道我和罗夏的关系，他究竟做过什么。还有发生在这富丽堂皇宫殿里所有不干净的事，由我亲口来告诉你。很可惜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忘了告诉你，一旦开始了，说结束的人只能是我。你不能是个闷头闷脑的工具，你必须成为我最聪明的共犯。等你获得我的承认，我会与你分享更多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好了，今天晚上就先到这里，明天见。是这样吗？可是我想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城郊有个皇室别院？现在已经是个没什么人去的地方了。
或许他一直觉得我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。你有很特殊的能力，这份力量跟法师们有一点相似，但又有很多不同。以你现在掌握的熟练程度，还不够格。冷吗？叶塞大陆除了帝都皇宫，哪里都很冷，但那个温暖的地方，却到处都沾着血。叶塞大陆皇室的秘密，说来也不复杂。我才是这个国家的正统继承人。每个白天黑夜，我都在想着一个相同的愿望，那就是怎样才能把他从王座上拖下来。他所夺走的不仅止于此，我有数不清的理由可以去恨他：父王、母后、帝君之位，以及站在阳光下的资格。他所拥有的一切都该是我的。包括你，你也该是我的。你要记住，你已经站到了我这边。你只能帮我对付他。要记住，我还没给你解药，你没有回头的路。你在同情我吗？我分明和你说过。原来如此，你好啊，异世界的小怪物。跟你说一个小王子的故事吧。故事发生在一段时间以前，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小王子，以为自己注定拥有一切。小王子十分天真，不知道世界其实很残酷。不过，其他的大人也比他好不了太多。大人们都在饮宴作乐，消磨时间，只有少数人烦恼别的事。比如小王子的母亲，她担忧冰蝶，担忧北方大雪带来的覆灭。但其他大人会来劝，他们说：“皇后殿下，别去想那么远的事了，帝都有法师塔保护。”由于众人的安慰，小王子不害怕了。他只是偶尔同情帝都之外的人，他们呢，无所不能的法师不保护他们吗？他被保护得太好，自己不曾受伤，很难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。
他只是天真的想，外面有那么多大人呢，总会有办法的。直到小王子被夺走了全部，背叛者源于皇宫内部，是那些宫廷法师，他们里应外合，把帝都献给了来自北地的篡夺者。永远不要把信任交给那些法师，永远不要把生死托付给他人，否则必然落得个被豺狼吞吃入腹，什么都不剩的下场。你要是真的来了就好了，那时候我好想要一个朋友。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。后来，罗夏利用法师塔夺取帝都，父王死了，母后在离世前逼他离世，留我一命。我至今没有明白他为什么会答应，大概他太自信了。母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太过决绝，他不想丢了面子。不管是为什么，我活了下来。罗夏关了我一段时间，就开始给我分配任务。不是首领，你难道以为大伙儿这么愿意信我，是因为罗夏的任命？别开玩笑，我是最可能威胁到罗夏位置的人，他又得让我活着，所以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期待我彻底堕落。他把一张名单交给我，告诉我，名单上的人也参加过对帝都的谋划。他上位后站稳了脚跟，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些试图瓜分权力的人。他笑着对我说，可以把这些人交给我处理，只要我为他效命。我最初试图反抗，想要痛骂并拒绝他，问他为什么不送我去跟家人团聚。但到最后，我妥协了。我挨个调查了名单上的几个家族，结果没什么好说的，泥地里融化的血水都比他们干净。我能明白罗夏的心思，他想让我变成他的帮凶，跟他一样手染血腥。这样一来，就不能再名正言顺地背叛他。我自问在处理这些事上没有私心，这些人有罪，我只是按照法理定了他们的罪，所有的罪恶都该被审判。现在只剩下最后也是最难的这一个了。后来，罗夏看着我还算听话，就答应给我整肃者卫队统领的正式任命。
还给我皇储的名头，但我不曾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我也在积聚我的力量。但是现在的你还不行。换上吧。今天带你来这里，可不是单纯为了和你讲故事的。抓紧时间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都和你说过了，三教九流，我什么事都做。小心点，没准下回小贼偷的就是你了。傅耶娜的剑术最精妙之处在于以小体型，弱战力面对极强大的敌人绝不应拼。这种战斗技巧也很适合你。时间有限，你先仔细看看，不懂的问我。都学会了吗？合格，这书你算读进去了。你难道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吗？
敌人发动攻击的时候，从来不会提前跟你打招呼。既然你来到我身边，就要习惯战斗。时间不早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解药不在这儿。这么怕死？知道了，不会让你死的。你的确不笨，你将是承担最大风险的人。我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从罗夏那里夺回来。到那一天，我会给你想要的。如果我的愿望能够实现，那么到最后，我会重登皇位。你要什么，我都给得起。就只有这样，你就不想为你自己要点什么？你还真敢开口。行，给你了。法师叛乱而已，发生过很多次。法师台也并不团结，有一些法师与反抗军勾结。当然，这时忠于斯兰的法师和我们整肃者卫队会肃清他们。我说过，法师从来不可信任。
明知道危险，怎么还往上撞？你怎么总是……做这种让自己受伤的事？怎么了？回卧室去。这个时候，我该去他那里。你一个人的时候，要小心，我会尽快回来找你。喏，我的小新娘也来了。希望这点无关紧要的小小波折，没有惊吓到你。都已经没事了，怎么还这么一副惶惶不安的样子？从明天起，宴会照常，大家喜欢的舞会也可以开起来。但是，陛下，有何谏言？啊，陛下，我不敢质疑您的伟大计划，但大家实在是无法心安。本以为陛下允许我们进驻皇宫之中，是为了庇护代代传承着荣誉的贵族，但现在看来，那些随时会失控的法师，着实危险。哦，这是在享受了法师们的庇护后，反而开始质疑法师塔了。斯兰卿，我让整肃者卫队来替你处置这种多嘴多舌的家伙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陛下，是我多言，但我绝无异心，请宽恕啊，陛下。居然被吓成这样，我看大家是安稳日子过得太久，都不知道暂时的和平往往以血为代价。5年前，这里的阶梯流淌着什么颜色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现在看来，大概有些人不记得了。
算了，今天我的小新娘也在场，我不怎么想让这里见血，都散了吧。你留一下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好生分的语气，你是不是今天跑得太远，玩得累了？我可是注意到了，你刚刚站在台上，一直在走神。哦，这样吗？我总觉得我这2天可能不小心错过了什么，好像导致了你跟我弟弟很熟。你还挺会讲笑话。要是其他人出现了背叛的征兆，我会让整宿者来替我处理。但如果是你的话，我可不想给他。我大概会用我的方式，要知道，你是我的新娘。算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什么麻烦？我反悔了，皇后的位子，我给你。等这些结束了，我要你来做我的皇后。
你说那个，我是骗你的，只是枫糖浆。来的路上遇到了爱婴殿下。这个时间禁止出行。你怎么知道我更喜欢这个口味？我尽量控制自己，我会减少对你下命令的次数，听你的意见。不过有时候，我也在想，我到底该不该把你带上这条道路？毕竟这是我的路，不是你的。我不要屈于那个人之下，我不要看着他占据我父王的王座耀武扬威，我也不想看着他带走你，而我什么都做不到。我要变强，我要把他拖下来。这个王座本来就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。
我想赢。我知道他很强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想赢下去。是啊，我知道。我过来是要通知你，从今天起，皇兄希望你我二人每天早晨都去宴会厅，和他一起吃早饭。早餐合胃口吗？听说我的小新娘近来很爱吃甜食，这倒是和爱英的口味挺一致。我本以为我弟弟冷冰冰的脸会惹你嫌弃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你们似乎相处不错，尽责而已。不过接下来，你估计要跟我的小新娘暂时分开了。要我做什么？城外的反抗军最近很不安分，我希望你可以率人去做更多的巡查，必要的话，肃清反抗军的工作也要由你承担。遵命。但如果把他单独留在皇宫，恐怕不够安全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您的首席法师总想着对付这个女孩，法师塔将她视为隐患，她在皇宫里有很大危险。那你打算安排她去哪儿？皇室别院，由我的卫队负责保护。我肯定更想让你一直在我的视野范围内，但我的确很忙，很多事情没法做到。我只能希望你和我弟弟都安分一点，别给我添乱。在想什么？别想他。换成这个，今天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
会骑马吗？不会的话，硬着头皮跟上来就好了。很多事要是真做起来，不得不会，也就会了。大庭广众之下，真是不成体统。头儿，我打到了一只超级大的山鸡。谁叫你薅我头的？没大没小。安德森，管管你新来的人。别盯着我呀，安德森大叔，我这里真的有很肥的山鸡，一口保证流油。反抗军啊，在城外到处乱窜，你看，好不容易才抓到的。听见朱尼那小子嚷嚷了吗？他本来很想当个林子里的大盗，结果被安德森拉到了我的队伍里来。他能吃饱饭，就不打算投奔白银骑士了。有吃的，有炉火，就没必要出来当反抗军。对他来说，两边阵营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也是一种肃清。好了，带你出来，也不是让你看别人干活的。还记得吧？我说过，要锻炼你的实战能力。安德森会安排你的测验，我还要带其他人狩猎，不能陪你。你需要证明你自己，不止在我面前。在我这里，不会有人出卖你。
把柴打来了。嘿，这么大的熊，可以熬多少肉汤啊？孩儿，喊你女朋友一起来老鼠洞呗。她打下来的熊，最好的肉要分她。一起去吗？他们说要去老鼠洞开饭，中午要大吃一顿。如果你喜欢烤肉和大锅汤，可以一起。下去吧。跟上我。这就是老鼠洞啊。虽然不是什么舒服的地方，但大家还是发现，搬到地下就没那么容易被冰蝶缠上了。老鼠洞里的大家，是不该存在于世上之人。这里很多人是士兵们的亲人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们这些黑漆漆的整宿者都是树洞里蹦出来的吧？我隐瞒下了这片区域，让他们可以把自己在意的人，还有一些该消失的人藏到这里，提供活命的机会。而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听命于我。当然，就算是整宿者卫队，来这里探视的次数也受到控制。毕竟，这里需要绝对安全。最近，是因为月桂节临近，我才不限制大家与亲人接触。
怎么了？这么突然？我有你就好了，女朋友。不过，再这样抱着我，可就要被人看见了。当然了，我很乐意。抓住你，就别想跑了。大姐头，来捡熊肉串。你是头儿的女朋友，一个人能搞定一头熊，不就是大姐头吗？咱们可都靠你罩着的。来来来，选熊肉串。嘿，大姐头，诺瓦烤的肉串可是我们老鼠洞第一流。胡椒和柠檬汁都要吗？如果吃得惯，还可以加点红酒醋。大姐头如果没有忌口，就让诺瓦按他的习惯来。他老家是南边岛上的，特别会做烤串。左边的给你，中间的给头，右边给安德森大叔。整宿者卫队的标准装备是斧刃，选择斧刃这个武器，是因为它足够锋利。我们的战斗力很强，在外面基本没什么敌手，唯一没法对付的，也是不可能对付的，是冰蝶。他们的体积很小，但一旦被他们碰到肢体的话，不管是手臂还是手指，就会从接触的位置开始，全部冰雕化，必死无疑。除非在蔓延之前及时斩断，下手足够快，才能有救。我选了斧刃作为我们的武器，我骗罗夏说，这是为了显得更有震慑力，他就信了。但有时候，我想要的只是用手里的武器做一些别的事情，一些更难做到的事。如果只是要战胜敌人的话，其实还简单些，战斗的技巧和天生的战术敏锐就够。但想要救下一个人的话，很难。别说这些不开心的，先吃东西吧。你手里的肉串要凉了。
昨天我家小子在野地里抓了只山鸡，煮点汤送过来。这小姑娘真漂亮，头领你真有眼光。啥时候头领你成了家，有了娃娃，咱们老鼠洞就有小头领了。裴奈夫人，我还早。也不早了，我结婚的时候，我男人也就你这年纪。哎呀，这小姑娘真是生得好看，头领可不要让她被抢了。大姐头才不会被抢走呢，她连熊都打得过，是吧，大姐头？哇，安德森大叔发火了！大叔偏心，你刚刚认识大姐头1天就帮他欺负我。行星人首领阁下，我听说昨日阁下又立下大功。阁下将皇宫所有的叛乱法师全部清除，保护了皇帝陛下的安全。有一位叛乱的法师死在了乱战之中，很遗憾，那位法师是我的亲弟弟，所以我也要让皇帝的弟弟消失，为我弟弟报仇。你找错了报复的对象，知道吗？我们的仇人本是同一个。
现在的帝国有太多仇怨，没必要继续牵连。就我看来，只有彻底推翻落夏，重建国家，才可能终结仇恨。这个时间点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将你留下。这把剑叫传承之剑，是皇室历代传承的宝剑。不过，第一个用它来战斗的，是我母亲傅耶娜。我父亲是皇太子，但傅耶娜只是个伯爵的女儿。如果是寻常年代，只怕她也只能在贵族舞会的外围，远远看一眼我父亲。不对，她根本不会参加什么贵族舞会，跟我父亲不该有认识的可能。根据我母亲的描述，这个刺客是她所见过最强的敌人。对方的剑术无比精妙，他几乎拿出所有剑术技巧，在勉强拖延了几分钟。好在猎场也不大，很多随从和贵族们也很快赶到，看见周围人多，那个刺客就退去了。不过说来也怪，那么多人都没能留住那个奇怪的家伙，过后追查，更是没有半点线索。
过，我父亲比我擅长讨女孩子欢心。他不顾贵族们反对，当场把传承之剑送给了傅燕娜，说好剑要送给会用的人，才能显露锋芒。后来，母亲死了，留下这把剑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？这把剑不是母亲亲手交给我的，还从来没有人认可我成为她的主人。我想跟你按照原有的计划，一直走下去，绝不动摇，也不被任何别的东西影响。你可以对我立誓，到最后的决战，你都不离开我吗？好像还真是，怎么会这样？殿下，千万不要啊！殿下，您千金之躯，怎么可以做这种事？这是下人的工作。怎么能劳烦您亲自动手？普通的剪裁，并不是很难的技能。怎么样？我猜你肯定会喜欢。我希望你是自由的。我希望，就算我不在你身边，你也可以跑得快一些，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我又不是衣来伸手的正常王子。罗夏曾把我扔去跟醉囚共处。小偷、混混、打手，都做过我的老师。没什么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而且最近，噩梦也减少了很多。5年前，我几乎每个晚上，都会梦见那个血色的宫殿。会结束的。你今天打扮倒是别致。
哎呦，头领也真是不懂怜惜女孩子，把你弄得灰扑扑的。不过稍微擦一擦就好看起来了。哦，那里是我藏的糖浆水和巧克力酱，我们打算悄悄给头领庆生，要一起来准备吗？头领的生日在后天，我们先悄悄预演一下。这次我给头准备的是我们老家丰收节的重头戏——腌羊腿。不过，预演的时候用的是碎羊肉，味道要差点。我打算做点巧克力芝士蛋饼，今天先试做一个，你先帮我尝尝味道。这些粗汉子的口味可不太准。是啊，大家也懂感恩。现在，除了在这里，不会有人记得爱因大人的生日。当然，5年前，他的每个生日都是皇宫中最热闹的庆典。皇宫就是这样的地方，所有的礼炮、彩带、庆典和真心假意的庆祝，都只给站得最高的那个人。哎，你要不要也做点东西给头领啊？菜和蛋糕没法保存，你可以调一瓶酒，生日宴上我们一起开瓶庆祝。收到你的礼物啊，头领一定会更开心。您的礼物，爱因大人会喜欢的。虽然对我来说，这酒也太像果汁了。
原谅我的冒犯。求您守护爱因大人，别让他被别有居心之人拉拢。是白银骑士麾下的反抗军，他们一直在试图拉拢爱因大人。爱因大人觉得他们可以合作，但我并不赞同。我5年前效忠于福耶纳皇后，而爱因大人是福耶纳皇后唯一的子嗣。若您一直站在他身边，那么我将立下血的盟誓，同样为您效劳。是的，如您所言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反抗军只想利用爱因大人，并非诚心合作。所以，我只能来求您，您能影响到爱因大人，请您提醒他，不要过分相信白银骑士和反抗军。爱因大人看您的眼神，我能看懂。您是被他珍惜的人。您不一样。若您发出谏言，爱因大人肯定会听。我相信，如果还有什么人能救爱因大人，就是您。您有主见又强大，数次救过爱因大人。我恳求您，继续保护他。已经足够了。我不是在逼您答应，只希望您可以尽力而为。哦，还有，我来找您的这件事，请您一定要对他保密。把你的衣服还给他。我知道你会难过，毕竟你一直都想救助别人，不想被人保护。还好，他伤得并不重，我会让人好好的给他治疗。对我来说，保证你的安全最重要。那些消息都是真的，他们告诉我，叛乱法师要对皇室的各个目标发起袭击，其中包括皇帝的未婚妻。然后，事情真的发生了。我必须尽快有所动作，他们已经盯上你了，我得比那些人更快。他们现在的目标是你。我想联合反抗军，也是想团结所有的力量，让我们的胜算更大一些。
叛乱法师要对付你的消息，是反抗军的内应给我的。如果没有这个消息，我按照原计划送你回皇宫，你就会遇到危险。你看，今天我们都有准备，那个侍女还是受了伤，若是没有准备，我真不一定能保护好你。我很后怕。你说现在距离皇宫还有多远的距离？你知道吗？每次见到你，我都在想，我们还有多久又要分开？我总是在算时间，我常常恨自己，连留在你身边的资格都无法争取。我继续给你讲小王子的故事吧。这次故事的主题是小王子和他的母亲。小王子的母亲并不是万人期待中的那种皇后，她是这个大陆最好的剑术师，最擅长瞬间爆发最强的力量。她年轻时单手剑搏击巨熊，也让无数重剑骑士败下阵来。如果没有遇到小王子的父亲，他大概会领兵出征，成为抵御兵敌的前线将领，那样的生活更适合他。然而，他与当时的皇太子相遇，皇太子爱上了他，赠他传承之剑，热烈地追求他。他最终也接受了他的求婚。婚后不久，皇太子当了皇帝，而他有了孩子。小王子一开始瞧不起剑术教习，很大一部分因为他的母亲。所有人跟他比起来，都又慢又笨，像是蠢驴。但等到小王子稍微长大一点，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碰剑了。皇后不该摆弄这种东西。小王子的父亲懦弱又无能，面对兵敌的危机，他只知道逃避。他不许妻子碰剑，不许妻子离开地宫。他说外面太危险，只有法师塔庇佑的帝都才是安全的。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母亲并没有反抗。他听了小王子父亲的话，放下剑，不再出城巡游。我想，他爱他，他是无能的皇帝，但却被他深深地爱着。因为爱，所以拘束自己，学习礼仪规范，穿着长裙做行事得体的皇后。但也因为爱，她到最后也没有逃。她有能力逃出去，但她爱她的丈夫，也想保护她的儿子。她留到了最后一刻。有人给我讲过她最后的故事，他们说那一天，弗耶娜皇后重新拿起了剑，她单手握剑，一路冲到了篡位者王座之下。她当时已经力竭，却依旧高傲地昂着头，剑指篡位者，一条一条数出他的叛逆之罪。讽刺的是，在母亲活着的时候，人人都说身为皇后的她不该碰剑，最后却因她而死。我没有亲眼目睹母亲的终局，但这就是她留给我的权利。
不再违抗他的那一天，他送了我传承之剑，母亲自刎的剑。如果太累的话，要不要从明天起就别到处乱跑，待在皇宫里吧？很有活力。喜欢乱跑，不愧是从春天的国度来这里的你。不过，最近皇宫外面雪太大了，总是跑太远的话，对你自己也不太好。这几天，你跟艾英处得还开心吧？别紧张，我不太介意，毕竟这几天我太忙，没什么时间陪你。但接下来，艾英会有更重的任务，她会去很远的地方，在月桂节的婚礼上，她也不会出席。月桂节那天，你我的命运会紧紧相连，而艾英，她会走上新的道路。你最好与艾英保持距离，毕竟，故事里牵连太多无关的人，或许只会适得其反。算了，就算是你我这种被命运束缚的人，也有资格去喜欢上一个人。刚才，我差点要忍不住了。我竟然在怕，我从来没有怕过的。从小到大，我对他只有不服气，只有恨。可是刚刚，我竟然怕了。我怕他夺走你。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，
多加巧克力。等你收到这封信时，我已经走了。我想得很清楚，为了夺回我想要的东西，我或许联合可以团结的力量，但不该包括你。你不该被牵扯到这些纷争之中。你愿意为我提供力量，我很高兴。但现在是我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战的时候了。如果我能赢下来，自然会来接你，但如果不然，算了，不提这个。祝我旗开得胜。你果然很危险。爱因做了蠢事，他勾结了陛下最大的敌人白银骑士，还被陛下发现了。
降临一事不容有失，你必须被严加看守。今天在城外，有人给我送来一些东西。其实不是什么大事，但看到的时候，我还是有点难过。虽然我也抱怨父亲是无能的皇帝，但他对我很好。你不用太难过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，我早就走出来了。
这是他们的诚意。反抗军向我证明，他们有实力，他们希望我能跟他们合作，一起推翻暴政。他们甚至表示，不希望把你牵扯进来。白银骑士说，你来自异世界，本就不该牵扯我们的纷争。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，你很好，也很强，但我们的事把你牵扯进来，是我们自私。但我也清楚你担心的事。我知道，你想阻止我与白银骑士合作，那么，我至少向你保证，没有你的许可，这个盟约不会正式达成。这是反抗军一直向我要的东西，他们想要帝都内外的地下地图，这样，在月桂节那天，可以迅速攻入帝都，里应外合。这份图纸没有备份，我自己只有1份。现在我把它交到你手里。你呀，快救我！我被琼果联合叛军奸细陷害了，叛军灵法师，救我！
你，小士兵，送我回皇宫去。这鬼地方不安全，我不敢一个人走。哎，我是来这边找乐子的，没想到被那些穷鬼暗算了。别让你的头知道，偷偷送我回去，钱少不了你的。哎，我认识你啊！你是那个异界的神女，你怎么也会法术？没气了，是法术。我们是真心想救神女阁下，如果可能，希望神女阁下可以劝殿下与我们合作。白云骑士说，所有的痛苦和罪孽都是我们大陆的原罪，来自异世界的神女不该负担，所以，我们真心想解救您，让您获得自由。苏西，你离他太近了。把晚餐放到旁边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殿下，您果然很关心神女，请相信。我们对您和神女都没有恶意。您有对抗暴君的愿望，我们可以成为您的助力。你的意见呢？不管是对罗夏的仇恨，还是想夺回这个国家，都是我自己的事。虽然一起走了一段路，但该是分开的时候了。
他拒绝了，所以你可以走。好久没见你了，想好好看看。没有这回事。还记着呢。最后喝一点吧，就当是陪我。救您是白银骑士的命令，至于您自身的意愿，并不那么重要。
那你靠近我一点吧。虽然只是让人昏睡的药，不会太难受的。我走以后，保护好自己，忘了我。再见了，离我们所有的人远一点吧。我不能让你带走她，她是获得了认可的女主人。是他把你送来的，他希望能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跟我们走。我得到了保护您的命令，也愿意为您效命。您还没明白吗？殿下已经做出了决定，而且他也愿意为您的逃离做掩护。我不能允许你去皇宫。我的任务是策动我能见到的人对抗那个暴君，无论成败，然后找到您，把您带到白银骑士身边。至于您自身的意愿，并不那么重要。你， ，
储藏室和马厩都有袭击。救救我们！他们追来了！让我来。神女阁下，殿下是不是将什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你这里了？把东西交给我吧，神女阁下。神女阁下，你也知道，我是个法师，反抗军中除了我，还有其他法师。我们可以召唤冰蝶，将地道里这些老弱病残都冻死。你们整肃者卫队都是普通人，血肉之躯，无法与大量冰蝶对抗。所以，神女阁下，我现在说的不是请求，是命令。你们交给我那个东西，神女阁下乖乖跟我走。反抗军就跟整肃者卫队相安无事。你没有资格谈论白银骑士，包括爱银殿下能被白银骑士选中，成为通往胜利的一环。这已经是他的荣幸。贵族们想要在月桂节当天逃往另一个世界，而白银骑士会带领我们前往光明之地。考虑的怎么样，神女阁下？你能等，这些人还有爱英殿下，恐怕等不了。那就有趣了。当时殿下告诉我说，他身上没有我们要的东西，所以我见他没什么用处，就让他替我们引开皇宫士兵和守护法师。我当然也想和殿下一起走，但是追来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也没办法，不得不扔下。一堆废话。整肃者虽然不会法术，但最擅长的就是对付法师。
跑起来！如果能有办法让您逃出这个地方，您要去找爱音殿下吗？我明白了。这就是你的条件？那我只能让你如愿。又见面了，虽然你大概不会喜欢见到我。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逃脱途径，解救整个大陆的办法。献祭这片广场上的生命与力量，献祭王族之血，献祭你，拯救此地之外的所有人。不管是爱音还是你，
都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为王之人，总不至于连这点容人的胸襟都没有。降临仪式必须被举行，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，都是我们叶塞大陆强求你为我们牺牲。我们愧对于你，只是在私心之外，我的身份是叶塞帝国的皇帝，也仅止于此。若是我换个场合跟你相遇，说不定能跟你交个朋友。如果你跟我弟弟结为夫妻，我亦当祝福。开启通道的灵力血液已经在我们手上，通道前往的应许之地，坐标已经获取，净化一切的王族之血也在此地。陛下，降临仪式必须由传承王族之血的皇帝付出血的力量，至于是哪位皇帝，都无所谓。仪式不容有失，现在是下命令的时候了。陛下，在您的兄长死后，您就是新皇。完成降临仪式。若下没有完成的事，我来做。但是他不行。告诉我，有什么可以替代的？如果是普通人的话，反抗军是可利用的，只是需要消耗的数量太多，到达了10万两金。但我还是建议选择他，毕竟他可以在法阵里陪你最后一场。你的时间所剩无几，陛下。我知道了。我们等待反抗军的人数凑齐吧。斯兰首席法师，就按你说的，10万人齐聚于此，就可以开始仪式。
忘掉错误的约定吧，我不再需要你了，抱歉。
您猜得对，有反抗军从地道潜入，想攻击我们。好在那些入口都封死了。还没有，已经吩咐各路兄弟们关注帝都周围的所有驿站。另外，旧部也在悄悄联系。大部分人表示愿意跟随您。您手上的地图和文章，足以取信他们。月桂节那天，你我的命运会紧紧相连，而爱英，她会走上新的道路。你最好与爱英保持距离，毕竟，故事里牵连太多无关的人，或许只会适得其反。刚烤好，趁热吃。本来想继续藏着的，但肉腌好了，不烤会臭掉，所以偏爱你了。撤退的时候手忙脚乱，把巧克力酱瓶子打翻了，就只能做简单的芝士蛋饼了。您吃吧。现在对我们来说，您就跟爱因大人一样，您保护我们，领导我们，
我们相信您。大姐头，你超厉害的！你吃了，半只羊腿，还有芝士蛋饼、红酒鸡、焦糖布丁，嘿，连那罐酸奶你都喝了2大杯！大姐头不但能打熊，还有熊的食量！不会，阿音大人也曾晚上独自策马奔跑，但每一夜，他都回来了。您是阿音大人选中的女主人，我相信，你们是一样的人。
大家快撤！杜尼，你带几个新人，通知所有不能战斗的人，从其他出口撤离。其他人跟我守在这里，记住，在大家没撤完之前，不能退。你没事吧？我是回来了。瞧你，把自己折腾成了什么样子？别看了。我在。他们说你一直在等我，所以我也一直想着，在月桂节前，我一定要回到你身边。
当然可以。别担心，相关善后，我和安德森都做完了。伤员和没有战斗力的人已经被转移到郊外，剩下的人明天会跟着我。你看起来很难过。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甚至能判断到，我被俘后不会有生命危险。你冷静又有智慧，不要看轻你自己。殿下，月桂节不要回帝都，越是远离帝都就越安全。陛下将为降临仪式献上王族之血，法师归顺命运，而殿下拥有未来。我知道，月桂节前殿下还有要找的人。想做的事，但我提醒殿下一句：找到他之后，带他离开，远离反抗军，远离帝都，远离所有。您和他都是善良的人，你们应该得到幸福。
获得自由后，马上联系了自己的舅母。我打听到，贵族们都被罗夏圈禁了，降临法阵需要王族之血，所以罗夏将所有的贵族囚禁于皇宫。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，我本来就知道他是个疯子，他把我父亲的血献给那些怪物法师，但我想不到他能疯到这个程度，他连自己的血和命也可以献祭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这个说法来自皇宫的亲卫，说没有一些神女做祭品，就需要10万人血祭来代替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但我听说，明天早上，帝都所有的城门都会打开，放任反抗军入城，用自己的敌人血祭，倒也是他的风格。我该怎么办？或者，我换一个问法，你想去哪儿？明天就是月桂节，我们可以回帝都，或者逃走，决定权在你。
首先，你刚才说的，我都信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根据这个说法，你和我一旦会地图，其实是最危险的人。你明白的吧？回去就要做好必死的准备。你是否有了这个觉悟？你不知道，我多想让这一刻变成永恒。我愿意忘记过去所有的事情，只要和你在一起。但我知道不行。从异界而来的你，尚且能对这个大陆交付性命，身为叶塞王族的我，也不会抛下责任。白银骑士很强，但我不但有剑术，还有王族之血。我们祖辈带领人民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开荒，受到信赖和爱戴，所以王族之血对冰点有着神奇的作用。虽然我不清楚原理，但我肯定，在明天的战场上，它可能成为我与白银骑士对决的关键。如果白银骑士是异类，那他一定惧怕王族之血。月桂姐，我们一起回帝都，无论是强敌还是灾难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对啊，要尝尝吗，小怪物？
虽然老鼠洞一团糟，裴奈夫人还是找到了您的气泡酒。阿音大人，我们给您准备过生日宴，但因为您没有按时归来，菜肴都被小姐吃掉了。那么多东西都吃掉了。甜的。去哪儿？你出去的话，其他人可能要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你睡了。不会。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你不会让我睡地板吧？来吧，这么大的地方，够你睡的了。不过也说不准，毕竟那么一大桌生日宴，有人全部吃掉了。过来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这么做了。想干嘛？其实我知道，那个人很强，也许强过我曾见过的所有敌人。说到这个，我想起我母亲教我剑术时，讲过如何应对比自己强的敌人。她说，因为性别原因，她的力道往往弱于对手，所以她会注重躲避、跃动，然后找到机会给予致命一击。对方越是强，越不可硬拼去接招。她还说，她与我父亲相遇时，遇到过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敌人。那个人出现的招式几乎完全找不到漏洞，他基本不敢尝试正面接他一剑。他相信，对方任何一招触到他，就是他毙命之时，所以他不正面迎击，而是用闪躲来拖延时间。但母亲告诉我，如果那一战持续下去，他也不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胜利的机会。只要敌人稍微显出一点漏洞，
他就可以用自己全部力气刺下去，对准要害，不顾一切，狠狠刺下去。剑术师之争，往往只需要一剑。我有很多事没有做得很好，但传承之剑的继承人，是这个大陆上最好的剑术师。知道了，睡吧。醒醒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得起来，早些去中央广场。没有，不过你就算做了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刚刚传来消息，帝都城门已经打开了。走，我们一起。戒备！快点跟上白银骑士！我有直觉，会出大事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！你转过头去，看那边。其实是散布冰蝶的罪魁祸首。我没想到，世上竟然有这么强的剑术师，能与白银骑士交手。幸亏
还有这个神奇的剑术大师，他看起来只是个少年。他可不是普通的少年，他是先皇和福耶纳皇后之子，是皇位的正统继承人。什么？原来他是先皇之子，他才是真正来拯救我们的人。降临法阵，开启世界之间的通道，需要凝聚情感的灵力血液。我找到你，因为你身上凝聚了浓烈的情感。但现在，我们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情感，聚集于帝都已经超过10万人。这10万人，都在为这个少年的胜利而欢欣雀跃。这份情感，可以代替你。跟爱英一起去新世界生活吧，这是你们赢得的未来，好好享受它。好像月桂节结束了。那你愿意继续跟我在一起？我是说，跟着我，在新世界生活，就我们俩一起。
个世界需要领导者。曾经的贵族信于扫地，反抗军曾跟随邪恶的领袖，也名不正言不顺。没有人能得到大家的信服。但如果是您，应该可以将大家聚拢，维系正常秩序，在这个世界重建国家。你希望我是？毕竟我们说好的，会一直在一起，不再分开。所以，我所拥有的一切，都该有你的一份。没办法吧？是你告诉我，当大家需要我的时候，我要负起责任。当然，如果你实在不乐意，我可以把这些都扔进壁炉里，马上带你走。春天终于来了，并不是所有。还有太多的人没有离开那个冬天。为什么道歉？那些悲剧都不是你造成的。相反，我每一次的勇敢，每一次的胜利，背后都有你的鼓励。没有你，我们走不到这个世界，也无法再看到春天。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改变，所以我更愿意去想一些能让人高兴起来的
好的东西，比如你。我敢说，如果多年以后有人谱写歌谣，传唱那些改编和复苏的故事，歌谣里一定有你的名字。